想象一下，全球经济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中国和美国在棋盘上对弈，每一步都牵动亿万人的命运。有人高喊东升西降，仿佛中国即将全面超越美国，资本市场翻云覆雨，国力一骑绝尘。可这真是历史的必然，还是有人精心编织的剧本？今天我们拨开迷雾，用最直白的话讲清这场博弈的来龙去脉，从财富的流动到资本的算计，再到普通人如何在这场大戏中找到一席之地。准备好了吗？真相可能会让你瞠目结舌。财富的零和游戏。社会有个潜规则，人人都信的真理，往往是用来收割普通人的幌子。那些被媒体热炒反复鼓吹的口号，可能只是引你入局的诱饵。东升西降就是这样一个热词，喊得震天响，但它到底想表达什么？简单点说，它预示中国资本市场将逆势上扬，美国市场可能跌入谷底，长远看，中国综合国力或将反超美国。这听起来很燃，但别急着欢呼，也别忙着怀疑，先问一句，这靠谱吗？为什么非得一升一降，不能一起升或一起降？要搞懂这问题，得从财富的根上说起。财富不是天上掉馅饼，它跟一个国家的生产力绑在一起，而生产力又靠技术撑腰。过去几百年，工业革命、信息革命让全球财富暴增，尤其是近100年，人类攒下的财富几乎超过历史总和。那会儿，全球过了一段一起升的好日子，全球化把蛋糕分给了各国。美国吃的最多，资源国向中东产油国次之，中国分到中等偏下的份额，边缘国家只能捡点渣。可现在风向变了，全球财富的增长像熄了火，因为技术进步卡壳了。基础科学的突破遥遥无期，应用科技几乎把现有理论炸得一滴不剩。人工智能、量子科技、工业互联网、可控核聚变，这些被炒得火热的领域，成了全球抢夺的最后几滴水。蛋糕不再变大，财富成了你多我少的零和游戏。这就是一升一降的起点。财富不再增量，就像跷跷板，一边翘起来，另一边必然下去。谁是这场游戏的操盘手？不是国家，而是资本。资本从不睡觉，只认利润。有人说，东升西降是资本写好的剧本。为什么？因为资本早就两头下注，在中国埋好伏笔，等着抬轿子的散户，在西方清空仓位，等着市场崩盘后捡尸。新闻、数据、舆论，不过是让你信这剧本的道具。可我们不能光听故事，得自己琢磨，资本的如意算盘真能打响。美国霸主地位会这么容易动摇？如果有个拉下马的时机，为什么是现在？美国经济。先看看美国。很多人盯着美联储的降息，觉得这是美债要崩的信号。2024年，美国年收入约5万亿美元，债务高达36万亿，支出6.75万亿，利息支出0.88万亿。换个直白的比喻，一个人年收入5万，欠债36万，每年花6万，还得付1万利息，这人还有戏吗？别急，美国的逻辑跟普通人不一样。美债是永续债，借新还旧，不用还本金。美国本质是个负债经营的国家，债务高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借不到新债。只要国会批新的债务上限，美国就能继续还利息。而债务上限的提高，靠的是经济增长。只要经济不崩，债务就是纸面数字。有人骂美债是庞氏骗局，但只要新债能借下去，它就不是骗局。历史上，美国从没违约过。利息支出占收入的比例是关键，超过20%算危险区。1980年代，美联储主席沃尔克猛加息，比例冲到18.5%也没崩。2023年加息后，这比例升到15%，
但2024年9月降息后，压力一减，违约风险几乎为零。所以，盯着降息喊美债危机有点扯远了。债务只是表象，真正的核心是美国经济的两大支柱：科技和美元。科技上，美国有苹果、谷歌、微软、英伟达等巨头，创新力全球无敌，保证了企业业绩和贸易体系的韧性。美元作为世界货币，通过加息降息操控全球资本流动，稳住金融体系。这俩引擎一配合，形成业绩加估值的双轮驱动，让美国经济长期称霸。美国靠美元割韭菜的套路是这样的：加息时，全球资金涌向美国，推高美股估值，其他国家被抽干血，经济萎缩；降息时，资金流出美国，低价抄底他国资产，收割完成。比如2022年美国加息后，中国经济明显承压， GDP 增速从2021年的 8.1% 跌到2022年的 3%， 企业融资难，裁员潮、降薪潮接踵而至。这套组合拳让美国赚得盆满钵满，全球其他国家只能干瞪眼。为什么？因为反抗成本太高，美国不光是金融霸主，还是军事、科技、教育、文化的超级玩家。但美国也有软肋。过去几十年，他嫌制造业又累又脏，赚钱还慢，干脆打包甩给中国，自己专攻金融和科技。这让中国抓住了机会，加入 WTO 后，制造业突飞猛进，成了世界工厂。美国原以为科技能永远领先，甩中国几条街，可没想到科技的赛道居然有尽头。基础科学卡壳，应用技术到顶，中国的追赶模式开始发力。中国逆袭。中国在全球产业链里，长期啃的是制造这块硬骨头。为什么说中国有机会东升？因为当科技停滞，全球比拼的不是谁创新快，而是谁生产效率高。而在这一点上，中国简直无人能敌。中国的杀手锏是卷，成本低到离谱，规模大到吓人，效率高到变态。别的国家还在精雕细琢，中国已经把产品做到90分，铺满全球市场。新能源、电动车、光伏、5G 设备、无人机、船舶，中国用低价和高性价比，硬生生挤占了欧美市场。有人戏称中国是工业怪兽，一爪子下去，竞争对手全趴。比如光伏产业，中国靠大规模生产，把面板价格压到全球最低，逼得欧美企业要么破产，要么退出。电池、电动车、风电设备，故事如出一辙。2023年，中国电动车出口量超500万辆，特斯拉都得靠中国工厂撑利润。中国的逻辑简单粗暴，技术没突破。没事儿，我们靠效率碾压。这套打法让中国在全球产业链里从跟跑变成了并跑，甚至某些领域开始领跑。但这也惹毛了美国。从2018年贸易战开始，美国使出一套绞杀组合拳，加征关税，限制芯片、软件等高科技出口，卡住中国命脉。2022年俄乌冲突让欧洲乱成一团，美国趁机吸纳资本，同时加息，抽干全球流动性，通过美元加息打击中国股市、楼市。这套拳法让中国经济吃尽苦头，外贸被卡，高科技被封锁，楼市暴雷，股市低迷。房地产尤其惨，恒大、碧桂园等房企因美元债务违约，资金链断裂，引发连锁反应。银行坏账激增，地方财政靠卖地续命的路子直接崩盘，经济三驾马车，外贸、内需、投资几乎全线哑火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具体说说楼市。
2021至2023年，中国房企累计违约美元债规模超8000亿美元，恒大欠债超2万亿，碧桂园也爆雷，拖累银行、供应商、建筑商，甚至普通购房者的血汗钱。地方政府过去靠卖地赚快钱，2022年后土地市场凉透，财政收入断崖式下跌。股市更惨，A 股一度逼近2600点，散户信心全无。外贸也不好过，美国加关税，欧洲需求萎缩。2022年中国出口增速从2021年的 29.9% 跌到 7%。高科技被卡脖子，芯片、半导体、AI 大模型全靠进口，华为、中兴等企业被美国制裁得喘不过气。中国没倒下的秘密，但震撼的是，中国没被打垮。美国这轮收割让中国伤痕累累，却没能彻底击倒。为什么？我们一条条拆开看。一、制造业韧性拉满，中国靠极致成本控制保住了外贸市场。全球消费者还是挑价廉物美的中国货，利润薄但量大到离谱。2023年，中国出口总额仍超 3.5 万亿美元，占全球 13% 以上。光伏、电动车、电池出口量全球第一，谁敢不买？二、科技突围有进展，芯片、5G、新能源，中国慢慢搞出了自己的东西。华为被制裁后，2023年推出麒麟 9000S 芯片，5G 手机卷土重来。中芯国际14奈米工艺量产，打破部分封锁。新能源更猛，2024年中国光伏装机量占全球 60%， 风电、核电技术全球领先。三、人民币国际化提速，中国推动去美元化，通过金砖国家、一带一路用人民币结算贸易。2023年，人民币跨境支付占比升至 3.5%， 俄罗斯、印度、巴西都开始用人民币买中国货，美元的铁腕被掰开了一道缝。四、外汇防线稳如磐石，中国严格的外汇管制挡住了资本大规模外逃。2023年外汇储备稳定在 3.2 万亿美元，人民币汇率虽有波动，但没崩盘。看看阿根廷、土耳其货币一夜腰斩，中国这稳得像教科书。五、暗挖美国墙角，美国加息抽血时，中国悄悄建了个去美元化贸易圈。2023年金砖峰会扩容，沙特、阿联酋加入，人民币结算覆盖更多能源贸易。美国制裁俄罗斯，中国趁机拿下俄油气。2024年对俄贸易额超2400亿美元，美元结算比例降到 20% 以下。房地产虽然崩了，但这反而是甩包袱的机会。过去土地财政绑架经济，资金全砸楼市，挤占了科技制造的资源。如今暴雷后，政府被迫找新财路，比如税收改革、产业升级。2024年，中央财政赤字率升至 4%， 地方专项债扩容，钱开始流向新能源、高端制造，经济结构在重塑。美国困局。反观美国，这轮加息没割到大肥羊，自己却有点慌了。美债利息支出2024年逼近1万亿，占财政收入 20%， 企业融资成本高得吓人，中小企业破产率创10年新高。普通人更惨，房贷利率2023年峰值超 7%， 信用卡违约率飙升。不降息，经济可能撑不住；降息，又没收割到足够财富，拿什么填窟窿？更要命的是，美国盟友开始叛逃。欧洲早就不跟美国一条心。2023年，欧元区对华投资增长 15%， 德国车企宁可跟中国合作造电动车，也不愿全听美国号令。日韩也开始两头下注，日本2024年对华出口增长 8%， 韩国芯片企业悄悄跟华为眉来眼去。美元信用在动摇，债务超发推高通胀。2024年美国 CPI 虽降到 3.5%， 但食品、房租仍涨得人心慌。社会撕裂加剧，红蓝州对立，种族矛盾频发，
川普上台后推的制造业回流计划，2024年仅创造50万个就业，远低于预期。美国想降本增效，但谈何容易？美国人习惯了大手大脚，2023年消费支出占 GDP 近 70%， 制造业占比仅 11%。从奢入俭难，川普政府削减开支的计划，2024年被国会看得七零八落。制造业回流更是笑话，2023年美国工厂成本比中国高 30%， 谁愿意回去建厂？资本市场。回到资本市场，美国降息是大势所趋。2024年9月，美联储已降息 0.5%， 市场预计2025年利率可能跌破 4%。一旦降息，资金会流出美国，找回报更高的地方。中国市场，尤其是港股和 A 股，可能是下一站。港股过去被全球资本刻意打压，估值低得离谱。2023年恒生指数最低跌到15000点，腾讯、美团股价腰斩。降息后，资金可能通过港股涌入中国，尤其是跟 A 股有折价的优质标的，像中石油、比亚迪，修复空间巨大。2024年北向资金已净流入超2000亿，港股2025年可能站上25000点。A 股也好不到哪去，2023年上证指数一度逼近2600点，散户血亏。但国内资金也在找出口，房地产凉透，银行存款利率跌破 2%， 股市是为数不多的选择。A 股还背着政治任务，化解地方债务，补社保缺口，提振信心，吸全球资本。2024年国庆后 ，A 股短暂暴涨 20%， 虽然后来回调，但政府拉盘的决心显而易见。2025年若美国降息， A 股可能迎来系统性机会，券商、银行、新能源板块或领涨。现在市场还在摸底，资金没大规模入场，盘面像跷跷板，今天科技股涨，明天地产股跌。东升西降的终极较量，资本市场只是前戏，真正的东升西降拼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。中国强在制造力，靠卷抢全球市场。2023年，中国工业增加值占全球 30%， 新能源、5G、电动车成长性无人能挡。光伏产量占全球 80%， 电动车销量占 60%， 连特斯拉都得靠中国工厂赚钱。但短板也明显，创新力偏弱，产品能到90分，但100分的极致工艺还差点火候。2023年，中国研发投入超3万亿，但基础科学突破寥寥，芯片、AI 大模型仍靠模仿。美国一卡脖子，华为、中兴就得憋气。生产关系上，管理太集中，限制了多样性和创造力。企业更爱卷规模，不爱冒险搞原创。美国强在创新力，文化上擅长创造需求。苹果手机、谷歌搜索、ChatGPT， 哪一个不是美国定义的潮流？2023年，美国科技股占标普500市值 60%， 英伟达一家市值超3万亿，吊打全球对手。美国文化鼓励做自己，催生了从0到1的突破。硅谷1年诞生的独角兽，比中国10年还多。但美国也有软肋，制造业空心化。2023年工业产值仅占全球 10%。社会沉迷虚拟财富 ，TikTok、加密币炒得热火朝天，年轻人却不愿进工厂。生产关系被资本绑架，华尔街赚得盆满钵满，底特律却破败不堪。2024年，美国医疗支出占 GDP 18%， 但人均寿命仅78岁，远低于日本的84岁。两国都在改革。中国补创新短板，2024年科技部预算增 10%， 重点砸向芯片、量子科技。美国想找回制造根基，2023年通过芯片法案，投500亿补贴半导体，但效果寥寥。英特尔、台积电仍靠中国市场吃饭。谁先走出来，
谁就赢。普通人怎么办？这场博弈不是历史书，而是你我正在经历的现实。全球化黄了，蛋糕不再变大，存量博弈下，普通人怎么活？几点建议：一、认清现实，中产在下沉。2023年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仅 4.5%， 跑不赢房价、医疗成本。要么有独门绝技，要么卷赢别人，不然财富会缩水。二、破货币幻觉，钱只是符号，真正的财富是生产资料。买股票不是炒股，是买企业的部分所有权。三、追需求，财富跟着需求走。民生、食品、能源稳。2023年伊利股份营收增 10%， 抗跌。科技上游，半导体、铜更安全。四、别赌科技股 ，AI、量子科技很热，但 99% 的公司会血本无归。普通人投上游。五、投资自己。2025年经济更卷，学点硬技能，比如数据分析、编程，比赌股市靠谱。这场中美博弈刚到中场，中国制造力在改写规则。2024年全球新能源车销量，中国占 60%， 美国仅 15%。但美国创新力依然恐怖。2023年 AI 投资占全球 70%。降息后，资本市场会起波澜，港股、A 股可能涨 20%至 30%， 但真正的胜负在于谁先优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。你是看客还是玩家？你的每一个选择，投资、学习、职业，都在决定你的结局。你会卷出一条路，还是被浪潮拍倒？答案只有你自己给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